好，咱们今天来聊一下比特币生态的问题啊，同时呢可能会带出来很多血淋淋的事实，很多朋友不敢直视的一些事实。相信很多小伙伴们最近都看到了这样的营销文或者是视频啊，那说你错过了比特币的铭文，千万不要再错过比特币第二层网络了，不要再错过比特币的生态了。那等你看完咱们这期视频啊，你可能就会明白这些东西出来的底层的逻辑是什么。另外呢，那比特币今天呢也终于再一次站上了5万美元了。那大家手里面的有这个比特币的朋友啊，那到底是捂住比特币不动呢，还是要积极参与比特币的生态呢？那其实呢，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啊。那我们今天用很轻松的方式来聊一聊啊。注意，本期视频纯属个人偏见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加密货币市场风险很大，你有可能输掉所有的本金。如果说你不熟悉市场，请不要轻易投资。如果说你想快速入门加密货币并开始赚钱，请加入立格会员群，链接呢就在视频的下方。那么在进入本期视频正题之前，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那就是比特币的减半即将到来了。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，还有大约9700个区块呢就要到这个减半了。那换算成时间呢，就是大约还有62天。那此次减半呢，是由每个区块奖励 6.25 个比特币变成每个区块奖励 3.125 个比特币。那对于很多矿工来讲，那同样的设备和用电量，同样的人工，同样的时间，挖出来的比特币就相应减少了很多。所以说近期行情好呢，一定会有很多矿工呢抛售自己的这个存货，比特币的存货，那用来扩展自己的设备和算力。那对于这一点，咱们之前视频也详细讲到过啊。那么比特币减半跟比特币生态有什么关系呢？那大家要记住这一点，那就是比特币减半会让比特币越来越难挖了。那听我来慢慢讲下去啊。那2023年下半年突然爆火的这个比特币的铭文，比特币的 NFT， 那让大家看到了一些项目方在这个比特币上面搞点事情呢，还是蛮赚钱的啊。但是呢，手续费和拥堵的网络呢，也让他们呢感到痛苦不堪。那于是呢，就想到了给比特币扩容。所以说才有了目前的这个比特币的第二层的网络，也就是说比特币 Layer 2。那如果说你熟悉以太坊的历史的话，那么前面发生的事情呢，都是在以太坊上面所经历过的啊，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那对于以太坊来说，大家受不了高昂的 gas fee 和拥堵的网络，那于是很多项目方呢就出来做这个 Layer 2，甚至有的项目方干脆自己就做了公链啊，就是我不爽你以太坊，你太又贵又拥堵，那我来自己做公链好不好？那这些做法呢，在理论上和这个逻辑上它都讲得通。但是呢，比特币第二层网络是做的什么呢？那比特币真的需要第二层网络吗？或者是这么问，那比特币真的需要生态吗？那搞铭文出来的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那搞比特币第二层网络的人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啊，那你看一下这个宣传比特币 Layer 2的文章和视频啊，那有多少呢是给你打鸡血，让你无脑去冲的啊，让你这个把手里面为数不多的比特币啊，甚至是说仅有的一点点的比特币都去打铭文了，都去冲这些新的比特币第二层网络的新项目，去为了得到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空头了。那做投资我们要先会算账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这么做的话，你能不能赚到钱？那我相信啊，大部分人都是亏钱的。当然了，我不排斥大家在二级市场去冲一波这种热点去赚钱啊。二级市场冲的这个是认知的速度啊，赚的是速度，认知的速度。但是呢，我非常排斥在一级市场无脑冲，尤其是比特币生态的一级市场。那首先你的比特币会被当做这 gas fee 它燃烧掉了，那这部分钱呢，当然了是给了矿工了。那为什么会有人设计出来比特币铭文啊，什么 NFT 啊，生态呢？那目的呢很明显啊，那就是为了把你手里面的比特币呢骗走。那很多人说这些项目方明明很有钱，那自己去买比特币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要变着法的去骗大家手里面的比特币呢？那我相信啊，理由呢也很简单。那首先呢，这一帮人呢，首先他们有经验，对吧？他们之前很轻松就骗走过大家手里面的比特币，他有这种经历，有这种经验。再一个呢，就是他们在这个比特币很便宜的时候，很可能把这个币都给卖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不甘心用自己的钱呢，去高价去买比特币。那可能逻辑就是这么简单。那我们阶段性的总结一下，那第一，那比特币减半之后变得越来越难挖。第二呢，比特币越来越贵，市场上的这个数量呢，存量呢越来越少。那所以呢，就会出现很多比特币生态来骗取你手里面的币，告诉你比特币生态呢即将繁花似锦，你参与比特币生态呢就会发大财，让你这个 FOMO 啊无脑冲。我相信一定有人会看到这里会很不爽，甚至在留言区会骂我啊，你张个大嘴在这里胡咧咧什么的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那没有关系啊，那这个世界呢它就是这么运行的，那注定的就是大部分人要给一小部分人去做嫁衣裳，那注定大部分人呢是没有办法
财富自由的，那注定的大部分人手里面的比特币会被一小部分人骗走。那即便比特币能涨到100万美元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你根本就没有拿到那个时候，或者是根本就你在中间的时候就被人骗走了。那即便你能拿到，那你只有0.001个比特币，那确定性的机会能看得到的未来，你不敢重仓，你耳根子软，那别人一忽悠呢，你就把比特币拿来去撸空头了，或者是说你听见很多人讲啊，说比特币在牛市最高点，那也就是4到5倍。那山寨币可能会有上百倍的涨幅，那缩呢就缩山寨，缩土狗，但是呢，山寨土狗哪有这么大的确定性呢？所以说，很多人注定没有办法发大财，没有办法呢，这就是事实，这就是现实。那扯得有点远了，我们继续说回比特币生态啊。那如果说今天以5万美元的单价进场买了比特币，那2025年牛市最高点呢，保守看到12万，那你也有2.4倍的涨幅啊。但是呢，你要重仓啊！假设你今天只买了1000U，那明年也就是在最高点也就能卖2400U，那也是无关痛痒的啊，那只能说是改善一下伙食而已。所以说，想要财富自由，要在确定性很强的事情上下重注啊，2点啊，否则的话都是无关痛痒的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回答，那比特币真的需要第二层网络吗？那我的答案呢是否定的。那比特币不需要第二层网络，也不需要生态，更不需要什么明文 NFT。那比特币呢就要好好的在冷钱包里面待着呢，就是对比特币最大的尊重。在交易所放着的都是你看不起比特币，那比特币最好的归宿就是冷钱包，没有之一。那如果说你在前面很便宜的时候有幸买到了一些比特币，请一定保管好它们啊，不是替我保管，替你未来的你保管好它们，不然的话，你未来的你一定会回来把你掐死。那么这些比特币生态的项目方，他做项目的目的真的是为了骗走你手里面的比特币吗？那如果说你到现在还能问得出来这个问题的话，说明你真的很善良啊。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啊，我们换一下这个人设，反过来说，假设你有100个比特币，那你在比特币生态上做了一个项目，那你是希望通过你的项目让你的比特币数量变得更多呢，还是说你希望把你的100个比特币分给大家呢？答案很明显，对吧？只要你脑子不缺根筋，那一定是要自己的比特币变多才会愿意去做这个项目。那做生意谁不想让自己的钱变多呢？那咱们结合前面说的啊，那比特币变得越来越难挖，那比特币市场留存量越来越少，价格越来越贵，那不骗你，这些项目方如何让100个比特币变成200个呢？对吧？那关于这一点啊，你是怎么想的？那可能我今天的这个所有的观点呢都有自己的偏见啊，但是呢话糙理不糙，那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下你的观点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，请一定帮我点赞这个视频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共同进步，一起发财 ，peace。